花花在门口发呆，结果脚被铁门压住了，看着好疼啊！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下班时间到了，花叶两姐妹都来到了室内，但是呀，花花因为发呆，一只脚还在外面。然后饲养员慢慢关下铁门，想以此让花花往里走点，结果花花还是不为所动。这里有一幕很暖，叶子怕铁门压到姐姐，用脑袋把铁门往上顶了顶，这真的要泪目了。叶子更像一个姐姐，时刻保护着花花。看到铁门上升后，她才转身走开，而花花还在发呆。饲养员从远距离来看，本以为刚好可以关下铁门，结果花花的脚露了一点在外面，然后就被铁门给压住了。期间花花也很安静，被压疼了也不叫。现场的亲妈们赶紧呼叫工作人员，铁门又才缓缓上升。这时花花终于动了一下脚，但也只是把脚往外移了一点，哈哈，这是给姨们看她的小短腿啊！最后的最后，花花还是把脚伸了进去。来到房间里的花花好像还不想下班，双眼注视着外面。我估摸着她肯定是舍不得外面的姨姨们，哈哈，瞧她这个动作，不会是要开门吧？哎呀！果然如此，花花呀花花，你这招是不是和三哥蒙兰学的呢？尝试几下后以失败告终，然后他失望地瘫坐在地上。此时此刻，好想走进屏幕中抱抱花花呀！笑死了！大熊猫蕊蕊仔闯员工通道，被奶爸抱了出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蕊蕊仔看到员工通道门开着，便准备进入其中。他的举动被一旁的奶爸发现，奶爸眼疾手快，赶紧用手拦着。幸好现在的蕊蕊仔好小，奶爸轻易就将其拦至门外。要是他再大一点，就像莽晨晨一样硬闯通道，两个奶爸都按不住。虽然奶爸将门关上了，可蕊蕊仔并不甘心，用手就将门给扒开了。这员工通道他今天走定了，耶稣来了也拦不住，估计他是这么想的。然后奶爸就开始了一边阻拦一边干活。奶爸很有经验呀，想必蕊蕊仔不是第一次了。哈哈，看到饲养员用脚拦着，他还知道把脚弄开，真是要成精的节奏呀！饲养员被恐吓后，赶紧从员工通道逃离了现场。蕊蕊仔紧跟其后，也准备进去呢。这也不能怪蕊蕊仔执着，毕竟这是员工通道，你饲养员是员工，我蕊蕊仔也是员工，都是打工的，不要搞区别对待嘛。万万没想到，蕊蕊仔最后还是走进了员工通道，但是没走进步就被饲养员抱了出来。哈哈，蕊蕊仔别伤心哈，你现在还小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熊穷。只要等个1年，你再来闯员工通道，就能和隔壁虫洞的莽晨晨一样，几个壮汉奶爸都按不住。但是可别学莽晨晨哦。假如大熊猫变丑了，你还会喜欢吗？画面中，这只几乎毁容的大熊猫名叫紫金，它本是一只野生大熊猫，因与同类争夺地盘时被打毁容。救援人员发现它时，左嘴唇右鼻部缺失，上下牙齿全部暴露，并且奄奄一息，快要窒息。救护人员将其带回检查后发现，除了能看见的伤势，紫金还患有许多疾病。作为高龄公熊的它只有64公斤，在基地经过救护人员半年的恢复照顾，紫金这才有所好转。由于紫金年龄偏大，行动迟缓，不再适合野外，紫金这才拿到编制到飞展区养老。紫金虽已拿到编制，但因常年漂泊，依旧保有野心，不管吃东西还是上药。刚开始只要有人靠近，紫金就会表现的情绪激动。好在爱能感化一切，随着一名暖心奶妈的出现，紫金发怒，他就耐心等候沟通，不急不躁，给予了紫金极大的包容。紫金只是保留了野性，并没散失情感。久而久之，奶妈的爱让紫金放下了戒备，从焦躁到一人一熊建立起了信任。而奶妈的感化之路有多难，只有她能懂。紫金牙齿磨损严重，嘴部缺失，不能像正常大熊猫一样吃东西。奶妈就选取最鲜最嫩的竹叶竹笋，亲手将其切碎，与同样切好的果蔬一起喂给紫金。工作上，奶妈每天都要比其他饲养员忙碌，但看到紫金大口大口品尝，吃得很香时，她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而心怀感恩的紫金也对饲养员极其温柔。他熊加餐不耐烦踹门时，紫金懂事的不吵不闹，无论多久也好，从不发脾气。打扫卫生时，也在一旁安静地坐着。看到紫金如此懂事，忠心的饲养员都喜欢上了他，尤其是社牛的刘奶妈，经常找紫金聊天。你今天肚肚吃饱没有？
奶妈虽然有些话痨，但紫金也有求必应。由于年老体衰，紫金去世前一刻都持有着感恩。2023年1月1日，紫金感觉自己要不行了，躺在地上，眼中全是不舍地看着奶爸奶妈，直到去世时还握着奶妈的手。他生来保有野性，且几乎毁容，饲养员不嫌弃，还给予了他全部的爱。尽管是不幸还是幸运，紫金的晚年生活全在爱中度过。然后怀着感恩之心去了潘大星。眼前这个因为偷懒被奶妈强行要求带娃的大熊猫，就是我们的搞笑女程大。都说程大带娃不是在换旺仔苹果，就是在换盆盆奶的路上。对于程大来说，带娃活着就好，如果能用娃来换盆盆奶，生活更加有滋有味。这天，奶爸拿盆盆奶给程大，程大不仅吐槽奶爸来得慢，而且发现盆盆奶没加蜂蜜后，当场就拒绝把娃给奶爸。交易一直不成功，搞得奶爸都快自闭了。最后奶爸只好满足程大，冒着挨骂的风险去添加蜂蜜。程大一尝试，发现这次味道对了，开心的吃了起来，这才和奶爸完成了交易。还有一次，程大正四仰八叉的睡大觉，一听到周围有动静，他就非常精明的站起来左看右看，看到奶妈走过来时，这时程大立马影帝附体，假装很认真的带起了娃。哈哈，哪知道演技再好也被奶妈识破了，于是程大干脆不装了。看到盆盆奶的身影后，程大直接走了过去，大口大口喝了起来。最搞笑的就是这次程大带2个娃时，画面本来很和谐，可程大却有点累了，然后心想着这娃为啥要一次带2个，于是假装手滑，一个崽就溜下去了。刚好这一幕被奶妈发现，奶妈也有有趣的灵魂，又把娃放到了程大的怀里。看到奶妈在旁边，程大又飙起了演技，疯狂吸着2个孩子，不仅不喊累，反而猛劲十足。毕竟待会还要用娃换吃的。正如程大所料，奶妈果真拿着苹果走来了。看到有苹果，程大化身为全世界最好的妈妈，不仅要亲亲，还要举高高。最终，程大凭借出色的演技，成功获得旺仔苹果1个，然后就专注干饭。孩子奶妈拿走就拿走吧。还有一次，程大看到奶妈没在，直接就躺在地上睡大觉。万万没想到，刚躺下奶妈就出现了。这时程大简直要气哭了，心想着好好带时你们看不到，忙里偷闲时偏偏就被看到，宝宝心里苦呀。程大还经常一边吃东西一边带娃，有次一不小心给娃不小心砸哭了。反正程大的娃都是在他操养下而长大，虽然他用娃换盆盆奶的演技可拿奥斯卡影帝，但你不得不佩服程大的娃个个生龙活虎。那些顶流大熊猫的招牌动作，看看有没有你的心上熊。萌二掰竹子，萌二因掰竹子露出了龇牙咧嘴的表情，而火爆全网，网友称之为人教版萌兰越狱。萌兰凭借越狱动作，不仅给北洞带来了丰富的创收，还凭一己之力掀起熊猫越狱热潮的同时，差点把北洞给干上市。飞云笑。山那边，网友看到飞云这个表情，纷纷吐槽道：“飞云，你是不是背着大家吃菌子了？”秦韵滑草。秦韵滑草，纵享丝滑，网友纷纷说：“德福快来领取你家的大公子！”身残志坚，更是戏精一个，7载的小眼神。小眼睛咕噜咕噜转动，仿佛有800个心眼子。谁要是说他坏话，被他知道后，连夜做站票都要来你家，给你扇两耳屎。二狗抢花花食物，拿来吧你！10年当猫无人闻，一招抢食天下知。只因经常抢花花的食物，就被网友说他很狗，因此江湖人送外号二狗。福宝挨打。福宝的打没有一顿时白挨的，关福宝挨打就可以做出一个合集出来。这些顶流大熊猫的招牌动作，个个都很有趣。有没有你的心上熊呢？